这鱼超好吃的。开始前其实我超级紧张，他的那个主人就被囚禁在这个高塔里面。没开船了，蛮好吃的，而且不会很甜。彩虹哎，像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皇家花园的感觉。早安大家，今天我们要去南法5天6夜。第一天我要去马赛。讲到南法的话，大家都会去坎城、尼斯，然后跟芒通。马赛其实是我们后来才加，因为我们刚好多了2天的假。听说马赛是一个很诱人，但是治安比较不好又危险的城市，所以去之前其实我超级紧张的。今天我搭的是他们的 TER， 就是法国的火车，是一整个包厢的座位，而且是8人座，旁边都没有人。那就准备跟我一起踏上这一次的南法之旅吧。刚刚车子延误了1个小时，终于来到马赛了。今天的阳光也很给力，因为呢，我们前几天看天气预报，本来会说这几天都会下雨，还好今天是很好的天气。我午餐要吃这个。然后我点的这个呢是鸡肉奶油，他说是羊肚菌意大利面，然后它是宽面，来吃吃看好不好吃。然后它上面那个脆脆的，好像就是它的羊肚菌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，但是我试一口看看，还蛮好吃的，因为它的那个奶油意大利面味道蛮浓的，然后搭配刚刚那个羊肚菌，是一个很特别的味道。你看电梯只能坐到5楼，然后还要这样子爬上来之后，才到我们的 Airbnb。我们来开箱今天马赛的住宿，我觉得很棒，它就有一个这么大的客厅。然后走到这边还有一个厨房，然后厨房该有的东西都有，咖啡机、烤面包机跟电磁炉。下面这边的话就是还有洗衣机，还有一个微波炉，所以可以买外面的东西回来微波。然后这个出去就是可以看到下面的那个广场，所以这里的位置还不错。然后对面那边还可以看到整个马赛区的风景。从客厅走进去之后就是房间，房间是一个双人床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全身镜，这边就是还有熨斗，然后可以烫衣服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就是浴室，有个浴缸，后面是马桶。它浴室是小小间，但是蛮干净的。你可能不知道，这座看起来像宫殿的地方，其实不是宫殿。眼前这座壮观的龙上宫诞生的原因，居然是为了解决缺水。看得到彩虹哎！早期19世纪的马赛长期干旱，当时城市甚至一度面临生存危机，于是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打造引水工程，把远方的水运送到这座城市。而这座宫殿就是为了庆祝水的到来而建。很漂亮哎，很像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场景。然后是一个很优雅的回廊，天花板的话也都有装饰。龙山宫的观景台这边超级美，非常精细的
皇家花园的感觉，所以就可以盯着这片景看好久好久。从最前方的大水池开始，水流一层一层往上堆叠，象征着源源不绝的生命力，一路延伸到中央壮观的喷泉，周围围绕着精致的神话雕像跟动物，每一个细节都华丽的像一幅画。夕阳落下的时候，整座龙上宫会被染成浪漫的金黄色，但最特别的是，它从来都不是拿来住的，而是一座见证马赛命运转变的历史建筑。后方还有一整片绿意的花园，过去曾经是动物园，现在则是当地人会来散步的好地方。然后在龙上宫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美术馆，虽然不大，但是它是免费可以进去的，只要检查包包，然后就可以拿这个票，就可以进去参观。走进马赛美术馆，你会发现这里的收藏其实很不一样。这里主要展出16到19世纪的绘画跟雕塑，但和巴黎那些大型美术馆相比，它多了一种更贴近在地的感觉。因为这里收藏了大量来自普罗旺斯的艺术家作品，不只看得到南法的光线跟色彩，还有那种慢慢生活的氛围，同时也融合了意大利、西班牙到比利时、荷兰的各种艺术风格，就像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看见欧洲不同艺术风格的缩影。结束逛完整个龙上宫，但是因为马赛治安比较不好，所以我们不敢待到晚上，可能会抓个6、7点，太阳下山之前回去。在离开美术馆之后，会先经过圣文森教堂，再一路往马赛市中心走。街道开始慢慢变得不太一样，在抵达热闹的购物区之前，会先经过比较混乱的街道，环境相对杂乱，人也比较复杂，所以这一段我超级紧张，用最快的脚步速速通过。但走过之后，画面会瞬间转换，热闹的市中心出现在眼前，开始出现一些熟悉的品牌，短短几分钟，就像走进了完全不同的世界。然后我们今天晚餐吃麦当劳，我点了套餐，这个是芬达，欧洲的芬达还蛮好喝的，我喝过2次还3次，然后是一个中薯，类似像卡拉鸡腿堡那样子。它炸鸡炸的还蛮酥脆，然后还有包番茄跟生菜，所以整体吃起来料就还蛮丰富，只是跟台湾的没有差到很多，所以这个吃起来是偏贵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现在在欧洲，但我觉得还不错吃。然后他们的芬达我觉得很好喝，因为它的芬达是很有气的芬达。今天是我们在马赛的第2天，然后我们等一下第一站要去欧洲和地中海文明博物馆，是一个外观很漂亮的建筑，是一个很大的海港，而且很美耶。今天天气也很好。我们现在走到了地中海文明博物馆，在我后面那边超级美的，它很像一个鱼鳞的造型，或者是珊瑚礁的感觉。它的外观是那种很多纹路并在一起的，它很像独立在一个地中海中央的博物馆。来到马赛海边，一定会看到这座非常特别的建筑。它不像一般的博物馆，外层像一圈镂空的混凝土结构，却看起来像编织，也像蕾丝，在厚重跟轻盈之间取得了一个很刚好的平衡。我去柜台，然后拿到了这个贴纸跟一张票，是免费参观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全馆，我们是挑部分。然后有学生证的话，来这边就可以免费入场。走进馆内，展览其实不像传统美术馆那样单一，这里结合了历史文物、影像跟日常物件，从饮食、宗教到生活习惯，慢慢讲述地中海沿岸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跟影响。你会看到的不只是艺术品，还有属于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。整个空间就像在说一个故事，关于欧洲跟地中海如何彼此交织。这
里是马赛最有故事的一座堡垒——圣珍堡。它最早建于17世纪，是路易14下令建立的，目的其实很直接，就是控制整个马赛港。但这个地方的历史远比想象中更复杂，从军事防御工事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军火库跟监狱，甚至在二战中遭到破坏。一路走来，它见证了马赛几百年的动荡跟转变，而现在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历史空间。意外发现这边有一个圣珍堡博物馆，在地中海博物馆的旁边，结果超级漂亮。从那边走过来之后，会经过一个很像鸟巢的走廊，而且它的海是超级蓝的，是没有调色过的那种蓝海，整个区域就很像一个堡垒的感觉。我们等一下就沿着这个博物馆逛一圈，走上堡垒的高处，眼前的画面会让人忍不住停下来。整个马赛旧港几乎一览无遗，港口、城市还有远方的海，全部都交织在同一个画面里。这里也是马赛少数可以同时看到历史跟现在的地方。然后来马赛就一定要吃一餐马赛鱼汤，所以我们中午就来这一家吃。然后我点的这个是它的渔夫拼盘，然后里面就有各种鱼类，还有海鲜。旁边是面包跟它的抹酱。来到马赛，一定不能错过眼前这道经典的马赛鱼汤。它被称为世界3大名汤之一，也是南法普罗旺斯的料理代表。虽然一碗价格都贵森森，在马赛几乎都要上千元。早期一开始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的高级料理，过去当地的渔夫会把当天卖不完的鱼直接豪迈丢进一锅里面炖煮，没想到这样诞生出来的味道就成为整个地中海代表性的风味。那面包比昨天的好，真的，它的鱼很嫩，感觉是那种入口即化的鱼，因为我一切之后就碎了。一个。这鱼超好吃的，很嫩很嫩的鱼，然后就有那种鲜甜的味道，然后还有马铃薯，那马铃薯也很嫩。然后中间这一块也是鱼，吃起来是不同的鱼类。那我喜欢刚刚第一个这个小块的这个红色。还有一个蛋菜，还有一只虾，然后把虾头去掉就可以吃，就是很像在吃一整碗海鲜的感觉。好，来吃看看它的面包，应该是很像那种饼干的面包。吃起来像饼干，但我觉得它的抹酱很好吃。它抹酱是有点酸酸甜甜的酱，感觉应该是蒜酱，应该是蒜加美乃。哦，然后那个日本美乃滋的味道。然后我们现在吃饱了，吃饱之后呢，旁边就可以搭船。我们刚刚买了船票，准备要搭去对面的伊夫城堡。在准备搭船前往伊夫城堡之前，眼前这片马赛旧港就是马赛的起点。马赛不只是法国第2大的城市，也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。开船了。现在这里依然是马赛最重要的核心，虽然已经不再是主要的商业港口，但在港湾里停满了游艇、渔船还有观光船，放眼望过去是一整片地中海的蔚蓝，两侧码头排列着各式各样的船只，在沿路上还能看见对面是刚刚我们参观过的圣珍堡博物馆。现在还看不到在哪。我们从马赛旧港出发，前往外海的弗留利群岛。这里由4座大小不同的岛屿组成，
沿路可以看到马赛独特的峡湾地形，而在这片海上，海水在阳光下呈现不同层次的蓝与绿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从这个洞看出去，还可以看到刚刚搭的船。现在下船了，准备要排队进去里面的城堡，旁边就有一个售票口。我们本来要买票，后来呢发现不用钱，所以省了5.5欧，好棒啊！说它以前是监狱，是一本好像这边很有名的小说《基督山恩宠记》里面的主角，以前就被囚禁在这个城堡里面，但它现在已经不是监狱了，变成是观光景点，可以给大家来参观。下车来到这里，就是孤立在海中央的伊夫城堡，它距离马赛大约4公里，曾经是一座被地中海包围的监狱，四周是岩石跟巨浪，几乎与世隔绝。走上去这个2楼的这边，就是以前的牢房。里面是一间一间狭小的囚室，是厚重的石墙，再加上微弱的光线，真的很难想象曾经被关在这里的人是如何度过漫长的时间。这里还有一个旋转楼梯，可以通到天台这边。这一回啊，还可以看到很多船跟海鸥。现在要准备离开这一座古塔监狱，我们搭5点10分还是15分的船，是今天的最后一班，所以如果来的话，可能要大概抓这个时间，一定要回去，不然就可能会被关在这座岛上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的船大概在10分钟左右吧就会来了，然后要准备回刚刚的马赛的那个市区。在马赛还藏着一家小小的马德莲专卖店，店面不大，但一走进去，香气就会直接先来。还可以看到现场师傅制作马德莲的过程，柜台上摆满了各种不同口味的马德莲蛋糕。刚刚买了马德莲蛋糕，一个1欧而已。这是不是柑橘的？柑橘巧克力的，蛮好吃的，而且不会很甜。然后是那种蓬松的口感，上面是白巧克力，然后撒上一点柑橘粉，我觉得很赞。我们刚刚本来要去找晚餐吃，但是那一家只能付现金，是一家披萨店。然后我们2个身上都只剩下5欧，所以没有办法吃那一家餐厅。我们现在就只能看有什么其他的可以吃。然后我们现在来一家中餐厅吃晚餐。我点的是牛肉香菜水饺，这是我来欧洲第一次吃到饺子，看好不好吃？已经开始很怀念亚洲的味道。然后它还有醋跟辣椒可以蒸，这样1颗好像30块吧，31块，因为8颗200多，24多。其实很好吃的，它很像这家面店，然后旁边我们不是会加点那个饺的那个味道，
但我觉得吃不出什么香菜味。它牛肉味比较重，然后香菜味没有那么重。但我觉得台湾的是香菜味比较重，因为我在台湾也超爱吃香菜水饺。早安，今天是我们在马赛的第3天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去搭车了。在去搭车之前，我们今天还要再去最后一个景点，就是这里的守护圣母圣殿。听说它是马赛的制高点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爬坡，往圣殿的方向出发。然后沿着那个圣殿的方向走，一路都要爬坡。走的爬上来的话，超级爆炸累，好像在参加什么登山团的行程。沿着那个斜坡走上来，然后现在快要走到山坡顶了。我已经走上坡之后，还要爬这么多的楼梯，才会到最上面的教堂，也太累了吧！这里是守护圣母圣殿，是一座可以俯瞰整个马赛的地标。它坐落在旧港南边的小山丘上，也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守护象征。里面整体采用的是新拜占庭式的建筑风格，走到内部，穹顶跟墙面大量运用了马赛克装饰，整个呈现的是金碧辉煌的状态，细节细致到会让人忍不住一直想要抬头看。它这边被马赛人称为是好母亲守护出海的渔民跟居民们，所以在马赛是一个很有名的教堂。在外面的观景台，整个马赛就在脚下开始展开，从旧港海岸线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还能看到这几天一起走过的那些地方。站在这里，突然有一种把整趟旅行又重新看了一遍的感觉。在我们要准备下山，然后等一下呢，再去一个纪念品店之后，准备离开这个危险又迷人的城市。然后待完2天马赛之后，我觉得有颠覆我对马赛的印象，因为我原本一直觉得这里很危险，然后治安很不好，所以来之前非常的紧张。但是待了2天之后，觉得像我们昨天去的那个老港区，然后跟伊夫城堡，是真的都非常的漂亮。但是我们第1天去的老城区那边，确实是比较危险，因为它人跟车都比较复杂，然后街道都比较脏乱。整体来说，我还是很喜欢这一次的马赛旅行。觉得如果是女生的话，还是建议要结伴一起来，不要单独来会比较安全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往纪念品店前进，拿完东西之后就要准备去搭车。下一集我们要一起去离线找真爱的尼斯，散步在美美的蔚蓝海岸，吃到冠军可颂的面包店，还有前进坎城，跟带你们一起去一个在南法很特别的香水小镇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Jessie， 下一集南法旅行继续见喽，拜拜。